你要去哪儿？我要去荒山打铁的地方，将那个地方毁掉。你不能去，那些是我皇兄的武器。那就由不得你了。我必须将那里毁掉，否则他们会制造出更多的天军来。那些是强国的天军，在季柔桑的国度，不过是些普通的侍卫。是谁告诉你的？这儿没你说话的地方。是那个国师吗？他们是骗你的，他跟那个焦桐一直在利用你们兄妹俩。我不会中你的诡计。聂无双，你今日可真够威风啊！我皇兄竟将你当成这场比武的赌注。你看到了吗？今日受伤的那些人，还有皇上的御前侍卫丁克勇，他们全都是因你而死。你不要听他的。今日所有的死伤都是在所难免。高阳进大冷就是带着目的而来，他说的不过都是他的借口。成王败寇，到时候你们所有人都要向我们兄妹臣服。是吗？那我就要找一个未被你们兄妹二人污染的地方。顾青红，我告诉你，将来拜倒在我脚下的男人，必定个个比你潇洒，比你俊俏。好啊，那我便恭喜你，也要祝福他们。顾青红，你，娘娘，娘娘，你怎么了？我肚子疼，是否动了胎气？彩音，快备车回宫。诺，怎么样？顾青红，算我代高言求你，再多留一会儿好吗？不行，我必须将那个地方毁掉，否则会有更多的人受到伤害。你就舍得自己的亲生骨肉吗？你若走，我就将这孩子憋死在自己的肚子里。高言，顾青红，高言，再坚持一会儿。娘娘，皇后娘娘，我看他也坚持不到回宫了。娘娘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本宫生过孩子，就暂且充当产婆吧。来，帮个忙。呼气，吸气，再来。我不要生在这儿。小妍，别怕。姐姐，我好痛。别怕，坚持住。精彩！兰王，方才的比试真是精彩，朕此刻还在回味，久久不愿意离开那个教场。你是回味着失败的滋味，还是嗜血的滋味？兰王何必动怒呢？再怎么说，朕远道而来也是客人，朕的皇妹还贵为兰国的德妃，朕还得唤你一声妹夫。恐怕是离王在目睹自己的秘密武器变成一堆废铁之后，才想起这段与我大兰的姻亲关系吧。瑞王人长得这么大，气量怎得如此小？你应该感谢朕一日之间将你变成兰国最大的英雄。无耻！其实朕这次前来，就是想跟兰王分享朕的新武器，当中所有的不愉快都属于意外之中的误会。连杀了朕的贴身侍卫，也算是误会吗？朕晓得兰王还在为贴身侍卫被杀耿耿于怀，此事若不解决，有损两国邦交，更伤你我感情。
这位是跟了朕10多年的贴身侍卫，他的名字唤应哲，朕一命偿一命。大胆！竟敢在大兰的金銮殿上动武！妙将军，你不要激动。狼王，此刻感受到朕的诚意了吧？高阳，我大兰不欢迎你，立刻就给本王滚！都说瑞王冷峻，朕终于感受到什么叫做拒人于千里之外。朕令兰国不安，令众人不快，朕的罪过，朕马上会带着人离开。但在朕走之前，朕可否见一下朕的皇妹高嫣？高阳兄，你我也算是亲戚。你的皇妹就是朕的爱妃，而朕的爱妃育有朕的龙嗣，朕自然会好好待的。只需要未来10年，兰黎两国相安无事，朕允诺，定亲自陪她一同回国探亲。你说什么？10年？你让朕10年不能见朕的皇妹与外甥，你在剥夺朕唯一的亲情，你不要太过分！急忙呼叫。皇上，好，10年。相信黎王此次来我大兰的心愿业已达成。朕也知晓黎王国事繁忙，急于回离，此次便不再多加挽留。啊，对了，朕这还有几个人需黎王带回。将人押上来。走，走，快点，快走，走，走，快点，走，快，快点！这些人犯，便是过去5年，在我大兰辛勤工作的黎国细作。朕一直都好好的照看着他们。特逢这一次黎王难得到来，也是时候带他们回去了吧？你说呢？兰王，算你狠。来人，送客。兰王保重。朕下次来，也不知是否还有今日的好脾性。快走！皇上，就这么放他走？三哥，高阳他并非守信之人，还有那国事，朕不只是一个战士，更是一个君王。大事小情，都必须以大兰百姓之安危为首。此次若将黎王杀了，亦或监禁，两国势必开战。届时，又不知有多少无辜百姓难逃灾祸。薛某只能相送至此，恭祝黎王一路顺风。兰国真是山清水秀，人杰地灵呢。10年后，兰国的大门定再为黎王打开。10年，人生到底有多少10年？成败得失，只争朝夕。朕此次访兰最大的收获，便是结交驸马这个朋友。驸马识时务知进退，真是难能可得的人才。谢黎王夸奖。
薛某从来不会辜负对我有所期待之人，薛某定会审时度势的。这些人都是驸马的亲信吗？丁克勇死后，薛某恐其部下报复敌王，因此今日护送使团的全部都是薛家的旧将。聪明，朕最喜欢的就是聪明人。朕绝对不会让人做亏本的买卖。杨立达，在。这些，便是朕留在兰国给那些替朕办事之人所用的财帛。但是那些人，已不配让朕再为他们花费分毫了。就送给驸马，全做是见面礼吧。薛将军所求并非财物吧？那么薛将军要的是权力。只有拥有了权力，才能拥有无尽的富贵荣华。聪明，朕要给你的，不仅是你们薛家当初的繁荣昌盛，朕还要给你永远想象不到的权力与富贵。朕将助你们薛家重振雄风。驸马，朕从来不喜欢听别人的安排。朕若不打算回离，驸马该如何配合？顾相国如此焦急，是因为找不到那铸造天君之地吗？告诉你，你就算是翻遍了这座山也找不着了。你将他们转移了。自从走失了一个铁匠，我就猜到会是你。我当然跟师兄建议，让他将铸造基地搬走。难不成还等着你回来毁掉我们的天君吗？还有多少个？顾相国，真享受跟你如此贴近，看看你焦虑的样子，真令人心痛。假如我再让你服下凝颜丹，让你恢复往日的模样，你会喜欢我吗？妖孽！难怪高烟说你无情无义。你忘了当日你被妙明湖所伤，是谁救了你？没想到你非但没有还我人情，还往军中告发我。我并未让你救我，是你自作多情。我这条命迟早会是妙家的，在遇到妙明湖之时，我就死在他面前。真的？那你此刻便可以死了，因为你们谢家已经有后了。高烟已经在宫中生下了你和他的儿子，我还偷偷地抱过他呢。那眉眼啊，真是像极了顾相国你。敢伤害他？可惜这孩子一生下来就是被伤害的命。为防离国犯蓝，高烟母子要被压在蓝宫10年。你想往后的日子，这个孩子会是什么样的命运？妍儿会很爱护他的。顾相国或许还不晓得吧？按照蓝宫的规矩，所有的皇嗣一生下来，3日之内必须要滴血认亲。到时候东窗事发，你想他们母子2人会是什么样的下场？好了，我要回离国找将军了，就不耽误顾相国找那天君了。妙明湖那边如何？三哥，昨晚我从教场回来，妙将军已重整了大兰的军事布阵，以及皇宫守卫。在黄昏之前，他会回来向三哥禀报。那丁克勇的后事办得如何？都按照三哥的旨意，
追封为金刀将军厚葬。还有，莲妃娘娘的元秀宫以及东林寺都加强了守卫。皇兄，我们真的要打仗了吗？那离王他不都已经回去了吗？启禀皇上，薛副统领回朝，说已护送离国使团离开兰国，且会派人追踪监视，直至使团回到离国。晓得了，退下吧。诺。皇兄不是已经下了诏令，令离王在10年之内不得踏入兰宫吗？还有，我们还有5哥，根本不必忌惮那铁巨人。云安，你觉得高阳他会是个守信之人吗？你觉得朕会相信他只有这一个天君？三哥，我认为高阳手上应该只有一个铁巨人，否则以他张扬的个性，昨日在朝中他是不会屈服的。无论如何，朕定会全力打造巨型磁石，以防万一。万一事情有变的话，我大兰也不至于手足无措。三哥，昨日我与铁巨人交手时，发现其可怕之处，并非表面的刀枪不入，而是他背部射出的那道光。我是歪打正着，才正中了他的要害。但我相信，下次鬼交定会有所防范。三哥、五哥，袁安发现，随着太阳的西沉，那铁巨人的能力越来越弱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个铁巨人的行动跟日月变换有关？袁安说的有理。昨日铁巨人见光之时，正是正午时分。三哥，你放心，我定会查出其中的关键。不过三哥，开采磁石劳民伤财，以我们如今的情况，很有可能会引起民怨。朕并非不相信你的能力，而是大兰并非一个萧凤卿能够保护国土的。皇兄，要不打造磁石的事情交给云安来办吧？不，你就在东林寺守着就行了。臣弟明白了，开采磁石就交给臣弟吧。臣弟这就去办。皇兄，父王临终之前曾跟朕说过东林寺跟宝藏的秘密。高阳提出要换取东林寺，这说明他应当业已找到了东林寺跟宝藏之间的关联。皇兄，咱们说的这些，为何不能当着五哥的面说？先帝曾说过：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”朕绝非不相信凤卿，可是为了大兰，朕别无他选。季美人与水晶棺神秘消失，再加上凤卿匪夷所思的能力，这些都来自我们无法了解的国度。朕不想会发生什么万一。依我大兰后宫的规矩，皇嗣诞下3日内必须滴血认亲，以确保皇室血脉的纯净。可这已是第3日了。皇上将此事交由本宫全权负责。德妃的孩子在入宫之前就已然怀上，若此事揭穿，兰李2国必定开战。是以本宫想，滴血认亲，只是做给宫中个人看的。瑞王妃，德妃那边情况如何？臣妇今早去看过她，德妃的情绪非常不安稳，这几日都是以泪洗面，只有哭累了，才能小睡一会儿。皇上为牵制离王，下令德妃10年内不得回离国，10年不得见亲人，这对德妃实在是一打击。她一直都将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，她很清楚自己的危险处境，肯定会拼尽全力保住孩子的周全。听闻离王离开之时，德妃试图闯出关雎宫，是以皇上之后又在关雎宫外加了许多的守卫。以我对他的了解，守卫越多，看得越严，他就越会起叛逃之心。如今兰李2国
局势如此紧张，越是如此，对德妃越要以安抚为主。若是他与孩子有任何变数，恐怕我们都瞒不过天下多久。这离国对大兰一直虎视眈眈，想必这场战争是在劫难逃。就算并非因德妃之故，离王他也会找其他的理由。是以，我们尽可能不给他任何理由。这场战事，离国是蓄谋已久，而大兰却措手不及。关于天军的底细，我们还尚未摸清呢。莲妃说的有道理，滴血认亲一事本就由本宫负责，倒是还请莲妃与瑞王妃配合本宫，给前朝与后宫一个交代，以求瞒天过海。可是皇后娘娘，滴血认亲结果一旦昭告天下，德妃的孩子便是名正言顺的皇嗣，日后若再想翻案，恐怕不易呀。本宫何曾未想到这一层？在这后宫之中，除了皇上，知晓真相的便只有我们三人。若我们有任何闪失，或前朝有任何变数，皇后娘娘，此事但凭你来做决断。如今皇上为了离国的事忧心忡忡，我们后宫也只能为皇上分忧至此了。先保住德妃的孩子，其他的日后再做打算吧。雪珂，奴婢在。去将德妃的孩子抱来，准备滴血认亲。诺。皇后娘娘，德妃防范心太重了，她必不肯轻易交出孩子。若过分强求的话，必定会让她情绪失控的。无双，你与德妃从小一道长大，她生产之时还换过你的小命。无双愿意一试。孩子，你出生3日了，皇上也未来看你一眼，连个名字也未给你赐。看来，你我母子2人的命运是凶多吉少了。娘娘不可多想，也许皇上只是忙于国事。而皇上此时的国事，不就是如何对付我皇兄吗？莲妃娘娘到！让他出去！我不想再见到他。杨直，先到外面等吧。诺。德妃娘娘先别急着送客，我今日来，是欲保护你与孩子的。哼，谁会相信你啊？离兰2国因你而战，这下你可以呼风唤雨了。我是想助你跟孩子稳渡滴血认亲这一关。你别再假惺惺了，我不会让任何人抱走我的孩子。即使我们没了活路，我也要与我的孩子同归于尽。孩子出生3日，滴血认亲，此乃公规，不能破。孩子出事，2国必定开战。我跟皇后娘娘还有瑞王妃商量好了，滴血认亲会瞒过所有人。相信我。我不能与我的孩子分开。你此刻不可出宫，你若出宫，便是违抗圣旨。来，将琴儿给我吧。你还他什么？你忘了吗？小的时候我们去捉蝉，曾约定过，日后
谁先有孩子，便唤他琴儿。琴儿，琴儿，琴儿。芊芊，我若真想害你，此前已错过太多机会了。你可知晓，在你危难时握着我的手，唤我小名时，我有多高兴？若不曾有顾青红，你我亦不会走到如此地步。小燕，顾青红是你安排在我身边的，我全然不知。你对芊芊的恨，公平吗？把孩子给我吧。芊芊，芊芊，我求你，我可以什么都不要，我再不与你争什么了。我求你，你要保住我的琴儿，不能让任何人伤害到她。我如今，我已什么都不剩了。我求你，我求你答应我。你放心吧，我答应你。顾青红，你不能带走孩子，这是小燕唯一的希望。带他走，滴血验亲之后，他在这宫中一无活路。孩子，娘娘，我的孩子，琴儿，你又说我的孩子呢？是顾青红，他把孩子抢走了。你少在这骗我了！顾青红他根本不想要这个孩子，你好狠毒啊！你竟然利用我对你的信任，派人抱走我的孩子！你还给我！你还给我的孩子！你还给我！还给我！小燕，快太医！娘娘，什么？你说德妃的孩子被一个蒙面人抢走了？皇上恕罪，无双未能保护好德妃的孩子。此一时彼一时，这个孩子已然成为朕与高阳之间的重要筹码，不容有失。真是多事之秋。莲妃娘娘，你怀疑过蒙面人的身份吗？我听他的声音，似是老铁。铁老伯。老铁？老铁为何会抱走孩子？有件事情，臣妾一直未告知皇上，请皇上降罪。说吧。老铁的真实身份是顾青红。什么？莲妃呢？怪不得当日在军营听他的声音很熟悉，我便觉着有顾青红的影子。我与他比武练招时，也曾怀疑过他。原来是他。顾青红为何会变成一位老者，同以往判若两人？他不愿意再做离王兄妹的妻子，拒服凝颜丹，故而变成这般模样。无双之所以未讲，皆因坠崖之后，他曾救过瑞王与我。皇上危难之时，也是因为他的帮助，才可以顺利打开宫门，让我们回到宫中。早在那时，你便已知晓其身份了，是吗？如
如此说来，此番教场比武，顾青红事先通风报信，助我大兰赢得离国，那朕就应当将他以往所犯罪责一笔勾销了吗？无双绝无此意。须朕顾虑的事情实在太多了，本以为可以相信你。无双辜负皇上，请皇上降罪。朕要你食言。今日顾青红抱走孩子之前，你是否已知晓此事？无双毫不知情。无双原本已与皇后娘娘同瑞王妃商议好了，如何处理滴血认亲之事，可是万万未料到，他会突然出现。皇兄请勿忧心，臣弟认为，顾青红掳走孩子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毕竟这孩子留于宫中，以他的身份着实棘手。我们不如先安抚德妃，莫让此事到处声张。我相信，离王不会这么快得到消息。唯有如此了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无双，如今离王来到我大兰，要的是莲妃与东林寺。姑且不论此事的背后有何因由，你已然介入了兰离的安危，影响两国命运。无双明白。杨公公，娘娘有事找小的。天气寒冷，你闲来无事，站在外面做什么？啊，杨直看这几日送来的炭太少，过来取些柴火。既然是来取柴，为何手里还抓只鸽子？真是让人想不通啊！难不成是连日御膳房伙食不好，你要烤来吃了？娘娘说笑了。将你手中预传出去的消息给我瞧瞧吧，是老铁的顾青红身份，还是德妃的孩子被掳呢？居然可以以假乱真啊！看来杨公公没少模仿了本宫的笔记。没想到离国的细作仍在兰国，竟然就在本宫身边。你隐藏的够深的。隐藏的再深，不还是给娘娘发现了吗？杨直敢问娘娘一句：娘娘是从何时开始怀疑杨直的？离王入兰国时，对我的事情了如指掌，我便开始疑心了。哦，但没有想到竟是你。方才在御书房，你亲见整个事情的经过，却不曾为我说一句话，这合理吗？没错，杨直的目的自然是要引起皇上对娘娘的怀疑。为何要背叛本宫，背叛大兰？背叛？娘娘对我了解多少？可知我本非兰人。杨直劝娘娘一句：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娘娘不会真的以为离王就此罢手了吧？离王倾心娘娘已久，才命小的向他汇报娘娘的状况，唯有投奔离王，才是康庄大道。如此说来，杨公公所作所为，倒是为本宫好。不，是为了所有人。离王一统天下，是大势所趋。他许诺你什么？
荣华富贵。荣华一世，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。杨直只不过俗人罢了，还望娘娘三思而后行。你如此嚣张，你就不怕我向皇上揭发你，让你人头落地？娘娘尽管去，这些消息本就是娘娘自己写的，杨直只是奉命行事罢了。娘娘当然可以去皇上面前告发我，不过杨直并非什么正人君子，到时定拼死反咬娘娘一口。不如就说，我听到娘娘跟顾青红的对话，你们早就商量好将孩子偷出宫，嫁祸兰国。看来杨公公早就安排妥当了。一个称职的细作，怎能不知未雨绸缪？娘娘觉着，大家是想看娘娘是离间皇权的妖妃，还是想看我杨直是卑鄙小人？人心所向，往往会变成事情真相。还有，娘娘切莫妄想将小人铲除。杨直早已写好一封信，信上说的是，娘娘是离国派来的细作，杨直也是迫不得已受娘娘牵制罢了。如若杨直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此信必会呈至皇上的面前。到那时，你我来个玉石俱焚。好个玉石俱焚呢！未料想杨公公做事如此的卑鄙无耻。卑鄙无耻，卑鄙无耻。在后宫，在后宫，卑鄙，它只不过是一种生存手段。杨直劝娘娘一句，好好考虑考虑跟随离王的好处吧。你想做什么？哼，当然是送信给这等鸽子的人。御膳房的菜近来很简单。全国军备，皇后娘娘下旨，后宫亦要缩减开支。恐怕只有关雎宫吧。娘娘，你多少吃几口吧。妻儿找到了吗？焦桐呢？我皇兄呢？本宫差点忘了，我还有10年寄人篱下、背井离乡的生活。我真笨，我怎会让聂无双抱走我的孩子？淑妃娘娘到。德妃娘娘何苦如此跟自己过不去？还不赶紧将地上收拾干净。诺。宫中虽缩减开支，但怀了皇嗣的云妃却从未省过吃用。德妃娘娘刚生产完，更是要保重好身子。本宫的娘家在朝中仍掌握军中大权，方方面面皆有所照应。往后这关雎宫的吃用，跟欣怡宫分毫不差。